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今天要和大家聊一部神剧《2020版鹿鼎记》，有多神呢？它播出以后，某瓣评分竟然高达2.8分。对，我没有说到啊，不是8.2，是2.8，一天之内就跌到了2.5，很快啊。跟它相比，同期3.5分的《燕云台》那就是高分好剧，5.1分的《如意芳菲》是何等的旷世名作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心情十分复杂。毕竟我前几天刚做过视频致敬金庸老爷子逝世2周年，所以今天咱们要是不好好喷一喷他，真的是愧对老爷子在天之灵。故事呢还是那个故事，市井出身的痞子少年韦小宝，因为机缘巧合来到皇宫，用他的智慧周旋于朝堂和江湖，一路开挂，节节高升。估计全国观众没几个不知道的，咱们直接进入吐槽环节。本来是做了万全的心理建设，结果还是没想到啊，看了这部剧的第一帧我就哕了出来。只见韦小宝急眉弄眼的在说书，也不知道他是没计划完全，还是从动物园里拎了只猴，把毛剃了扔台上了。再看这油绿油绿的帽子，实在是让我等普通观众甘拜下风。由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戴这么顶独具特色的帽子，心理素质和脸皮至少跟董王一个级别。一通手舞足蹈介绍完自己，收拾着一个瞪眼，差点没把我送走。脑子里 BGM 自动响起。来到韦小宝的主场丽春院，他终于从猴进化到人，但是进化的时候好像遗失了一条染色体，表现的不太像智商达到平均水平的普通人类。姐姐，刘星，刘星你干嘛呢？韦小宝只是不拘小节，不是脑子有泡，张嘴吹个东西，像是抽了几十斤烟的老烟民咽炎发作。很快，韦小宝遇见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人，通缉犯毛18。他就好端端传个菜，毛18就好端端吃个饭，俩人就对视了一下，毛18就当着官兵的面自爆了。自爆之后逃跑未遂，官兵想同时制服他们2人，毛18大喝一声：“兄弟，算什么本事？”我都惊了，是我理解不到位吗？他们是在那一个对视的瞬间就拜了把子，手牵手走完一辈子了吗？怎么突然变兄弟了 ？Anyway， 这些都不重要啊，都是江湖人士，问就是快意恩仇。在韦小宝实惠的帮助下，毛18手起刀落，解决了官兵头子，剩下的官兵哪去了没交代。镜头一转，就是韦小宝他妈把儿子送给了毛18，让他带韦小宝上京城。是的，嘉宾曲还没演5分钟，主角的妈就把主角送人了。而且看过原剧俩人的表演，我甚至怀疑毛18其实是韦小宝的亲爹。大家注意俩人说话时，一般韦小宝的神级表演，我随便来个3连表情包，你们感受一下。之后剧情简直就是坐上了火箭，发展迅猛，日新月异。一进京城，韦小宝就遇见了大 boss 海公公。I'm a teacher。不仅是韦小宝被吓着了，我也被吓得不轻。仿佛又看见了童年阴影楚人美。田野老师，你缺心还是咋？被搞成这样？你说你要表现海大富那双严重面色惨白吧，我也能理解。但是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，他的脑门和脖子依然是正常肤色，只有脸跟面粉糊上了一样。就是这种萍水相逢的缘分，韦小宝就被海公公看上了。跟几个大汉一阵搏斗，毛18和韦小宝双人被放倒，被海公公秘密传送到了宫里。被绑架之后，海公公嫌韦小宝话多，在他嘴里塞了条毛巾。等等，请问您这块跟隔壁巨婴一同款的毛巾是怎么回事？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观众的智商？你这但凡牙关稍微没咬紧，布就要掉出来的节奏。巨婴一偶像报复症也就算了，刘星你至于吗？就在这时，海公公犯病了，太监小桂子扶着海公公进房理疗。海公公像是生怕外物听不见似的，提高了至少18个音量，告诉小桂子他用的药剂量一旦出问题，就会造成双目失明。外屋的俩人听了立马行动，以非常诡异离奇的姿势下毒成功。海公公喝了之后，怎么了，公？药有问题！你还活着呢？一阵吴老二脑血栓式的表演，果然就瞎了。气得反手就是一记左侧拳，小桂子撞在了桌角，从此下线。没错，原著中死于韦小宝之手的小桂子是被海大富不小心拍死的。原著中心思缜密、智计惊人的海大富，剧里简直成了智障。下一个镜头就是韦小宝留在宫中，顶替了小桂子的位置。然后刚才被绑在一块的毛18去哪儿了，完全没交代。这天，韦小宝误闯了皇上练功的地方，一直觉得新鲜，四处乱看，还随手端起一罐不明液体喝了下去。没错，韦小宝端起来的是痰盂，整了3天了。到现在想想这个剧情，我还是一阵阵的想哕。有同感的小伙伴跟我在公屏上一起哕。喝完之后，皇上穿着他金灿灿的秋衣秋裤来了。面对这一身闪瞎我阿拉斯加狗眼的秋衣秋裤，韦小宝居然没认出这是皇上。放心，老实当个人吧。之前无数个版本里，2人初次相遇，皇上都是穿着便服，韦小宝才没认出来。皇上也是没见过这么单纯不做作的太监，迅速跟韦小宝成了朋友。剧情发展依然飞速。第3集，皇上就把平定朝中权臣鳌拜的重任交给了小宝。且慢，鳌拜大人的妆发能不能认真一点？以前影视剧里的鳌拜都是这样的，人家好歹是满洲第一勇士，还是头回见像是沾了胡子的 Hello Kitty 似的。选角也是找个人高马大的壮汉不行吗？这不就是个发福的中年大叔吗？个头还没皇上高呢。开挂拿下鳌拜之后，皇上又派韦小宝和索额图查抄鳌拜的资产。索额图见韦小宝深受皇上器重，又是贿赂又是要结拜的。你来抄他的家，要不抄走几把兵器，那你不是白来了吗？索大人，你清醒一点啊！我还以为我在看《大太监传奇》。说着，索大人又用一块玉牵着韦小宝来到里屋。这个动作让我想起当年《夜宴》里章子怡对葛优说的那句旷世名言：“
叔叔真会伺候女人。随后，韦小宝在鳌拜的资产里发现了海公公让他找的42张经，不料中间杀出个鉴定公主，抢走了经书。韦小宝想拿回经书，索大人为了不得罪公主，出手阻拦。你们两个拉拉扯扯的搞什么？你说搞什么？当然是社会主义兄弟情。真是没想到，韦小宝都有7个老婆了，竟然还需要在剧里卖腐，对象还是中风嘴巴的索大人，我又冤了。说到这个鉴定公主啊，也是个活宝。韦小宝点破她之所以像打了兴奋剂一样，常年在宫里上蹿下跳，其实是怕埋没在宫里的众多公主中。建宁听了这直击心灵的叩问，哇的一声哭出来。你滚！公主。等等，公主，你让韦小宝滚，分明是你自己在滚啊！又是一天，因为打扰了韦小宝和天地会密谈，建宁被打晕过去。醒来看到韦小宝在烤肉，质问他自己是怎么晕过去的。韦小宝谎称是他自己撞在猪头上了。你撞猪上了吧？偏偏看到这里，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平时都是吐槽剧情注水，这回可倒好，大刀阔斧砍情节。韦小宝莫名其妙就上京城了，莫名其妙就跟皇上拜把子了，莫名其妙就被鳌拜了。陈小春版10多集才讲明白的事儿，这一版5集就突完了。没有看原著小说和老版的基础，根本看不懂是在干啥。虽然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版非常经典，但个人最爱的还是陈小春版。我甚至在疫情期间又重温了一遍。不愧是豆瓣评分最高的《鹿鼎记》，时隔22年再看，依然不觉得过时。张卫健版应该是最古灵精怪的一版，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那一段，我到现在还能倒背如流。就连黄晓明的版本，在张一山习惯性歪嘴显眼的对比下，都相当之眉清目秀，完全不觉得油腻了。另外，更古早的梁朝伟版和上一版韩栋版，偏偏没有看，就不做评价了。大家更喜欢看哪一版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，也可以直接刷弹幕告诉我。最后总结一下吧，这部剧很烂，可不咋，而且是全方位无死角的烂，绝对不单单是某个演员表演的问题。服化道我刚才已经吐槽过好多次了，再补充2个点。剧里的太监穿的衣服不是大家以往见到的深蓝色，而是一身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皇上驾崩了呢。小宝见他鳌拜有功，被赐了一件黄马褂，可就在他乐呵呵回去的路上，迎面走来一个侍卫，穿的也是黄马褂，真的就少缝了2条线，料子完全一样样的。这部剧的打光也是同样级别，各种大背光镜头，把演员脸照的那叫一个乌漆麻黑，剪辑更是乱七八糟。据说是因为拍的实在太烂了，该剧进行了大量删减，导致很多镜头的组接完全没有逻辑。我在刚开始看的时候，一度以为自己看的是预告片。最让我不能忍的是，这部剧里居然还有不少月轴镜头。估计弹幕里会有人问啊，啥叫月轴？我通俗点说吧，假设我们拍2个人对话，画面里的这俩人必然是一个面朝左，另一个面朝右。比如这里一开始一直是小太监在左，韦小宝在右，可突然就变成了小太监在右，韦小宝在左。哎呀，你别碰我！你是谁呀？小桂子。紧接着又变成了小太监在左，韦小宝在右。我相信每一个影视专业的学生都知道，拍摄不能越轴是摄像课里最基础的知识。我真的很难相信，在2020年在央视8套晚间档播出的电视剧里，居然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。估计也是因为这版烂得太一骑绝尘，鳌府这个点被拱上了热搜。有人说鳌拜姓瓜尔佳，不能叫鳌府，但是按满族人习惯，竟然可以叫鳌少保、鳌中堂，可见用鳌来称呼是没问题的。又有人说清代只有亲王、贝勒等皇亲国戚才能用府这个字，可也有人说鳌拜是1等公爵，叫鳌府也没有问题。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这部剧烂得突出，才炸出这么多列文虎和观众。鳌府在其他版本的《鹿鼎记》里也出现过，那会儿也没这么多观众讨论。我现在都怀疑是剧组的反向营销，毕竟这部剧现在的热度堪比隐秘的角落。行吧，今天就先说到这里，我得好好歇眼睛了。也劝大家好自为之，不要轻易尝试。拜了个拜。